华为 P280 系列这次最大的看点是一体双长焦，但是如果你冲着这个去，在有限的预算下会发现 Pro 并没有这个炫技配置。实测之后呢，我带着它尽可能拍了覆盖日常的场景、演唱会、一天海边、10公里望远、录像、室内人像等等等等，让我认为 P280 Pro 反倒成了这代性价比最高也是最纠结的一款。这期视频会尽量的客观且完整，点赞再看，养成习惯。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麦芳。Pro 和 Pro 加在影像上的核心差异只有高动态，所以呢，我天然的认为这部手机它的动态范围会低一档。那我深入测试的第一张样张是晚霞，竟然明暗表现出色，色彩也很绚丽，所以我对 Pro 是超出预期的。但用的越久，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了。总结来说，我认为表现出色的地方有长焦，10倍内够用，而且呢，阅览框渲染的清晰度要比很多手机要好。就算拉到100倍长焦都不抖动。而 YYB 呢也确实有用，夜景的纯净度很高，还有 Live 图，虽然各家都在做 Live， 但每一帧都能用，色彩一致并不简单。那后知后觉的问题，就比如说这次2个宣传点各行色卡，操作机制有些繁琐，而另一个功能 AI 构图则大多是转到长焦，模式单一，识别速度呢也不快。以及视频虽然画质非常能打，但流畅度一般。至于人像拍摄略有遗憾吧，但成片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先看长焦 ，P280 Pro 在4倍可以和灭霸打得有来有回，左侧的暗部细节多一些，右侧会更加纯净一些。在风格上，一个更锐，一个更柔，看起来 P280 Pro 的观感要更好。那接下来我又拿它测试了10倍，即使没有双长焦，也能有这样的成像效果。提到演唱会，就不得不提收音了。和公认的王者相比，你觉得哪一个更好呢？华为更倾向于收录我的声音，而 iPhone 的现场氛围和空间感会更好一些。另外呢，我认为 P280 Pro 在 iPhone 和 X200 Ultra 之间是平衡明暗色彩、灯光最好的。进一步，我还在景山公园拍了北京不少的地标建筑，最简单的就是距离5公里内的故宫博物院。稍微望远，还有5公里外的 CBD 全家桶、鼓楼，甚至可以看到距离拍摄地直线距离10公里的奥林匹克塔。那10倍内还不错，30倍会出现明显的算法痕迹，但有一个细节，阅览框不抖也不偏。那事实上，华为的阅览框实时表现要比我测试过的很多手机都好太多了，基本上所见即所得。而这个又自然地出现在了 P280 Pro 上，在更考验渲染的夜景拍摄下，它也能做到不卡顿、不掉帧。2部手机在同一个场景拍摄，阅览框的差距是巨大的。华为的确拍摄体验会更舒服一些。而人像，我在前面说了有遗憾。体现在1美颜只有美肤，2没有适配上 Live 图。在拍摄界面，我测试了很多的动图，每一帧都很清晰稳定，可以随意的截取变成封面，而色彩也能保持连贯性。即使打开色卡，首帧到末帧也相同，和苹果的水准一致。所以人像的遗憾源自于巨大的反差，它用我心目中比肩苹果的 Live 图体验，是在最需要这份灵动的人像模式里没有适配上。而美颜呢，就只有美肤了，这个就不多说了，比较考验建模。尽管如此，这些人像照片我依然很满意，它的肤色很高级自然，背景有种光学质感，观感清晰通透，特别符合我拍摄的这组主题。那我也打开了更新色卡，支持自然电影、胶片动漫，更具风格化的色彩，能直接提升出片率。但我也必须承认，
它走出影模式的创作之后的一些短板，比如说扫街的时候想要切换风格，不能直接在下方返回，必须戳右上角的菜单二次操作。扫街瞬息万变这样的方式的确会有一些麻烦。现在开启色卡派的照片，后期仍然可以在手机上更换其他的色卡，但未开启，后期就无法添加。而阴间室外色卡的发挥也不太稳定，比如说这组花强行叠加色卡，不如直接回归 Xmage 以前的滤镜。不过呢，在室内，比如说青岛那些有意思的小店，用色卡拍的照片都还不错，统治力极强。最后，华为 P 280的视频录制规格最高支持 4K 60帧，开启防抖之后呢，会自动切换至 2.7K 60帧，可以感受一下同场景两者的对比。在快速移动拍摄时，画面是比较流畅的，但是一旦慢速运镜，就会出现卡顿。我个人认为，还是在固定的镜头下最适合 P 280 Pro 录制，景深、色彩、清晰度都很好。